王一博还回内娱吗？当然啦！接下来让我们恭迎王岩阳杀回时尚圈。巴黎时装周将出席3场大秀，3场已经在美期待博地的看秀造型了。天啊，王一博这又要刷新纪录了吧？3月9号 Lacoste，10号罗意威，11号香奈儿。这次他作为3大百年奢牌的全球最高 title 身份出席巴黎时装周，是即将要成为巴黎时装周公开历史上首个单次3奢最高代言并行的明星了吧？业内看门道，这含金量估计他粉丝都没概念吧？一个视频来说为啥都说他是能给内娱长见识和牌面的真顶流了？要知道，根据全球时尚媒体 BOF 数据显示，近10年巴黎时装周期间出席的艺人获得2个品牌代言的占比 0.7%， 获得3个代言的记录为 0%，90% 的多品牌合作涉及品牌之流等非核心 title， 真没出现过其他艺人单次获得3个及以上最高 title 品牌邀约的公开案例。对比全球时尚间艺人的单次多线曝光也很清晰，不管是 Rihanna、权志龙还是 Bella Hadid， 其实都看得出来，多数并行基本都是通过代言加其他合作嘉宾加自有品牌的形式实现多线曝光。毕竟奢牌的竞品条例就像一座大山，之前看过行业报告 85% 的奢侈品代言合约中都包含竞品排他条款，像霸道如 Chanel 等顶奢更是出了名的圈内排他霸中霸。等以为香奈儿打破常规考察，跳过支线直接空降最高 title 就是极限了，还在香家贵公子独宠4年，各种超级手穿真品珠宝集邮，人间香奈儿宠上天的情况下，去年王一博3场时装周去一次就官宣一个新高奢，手握5奢8大服饰类全球最高代言，覆盖奢侈品、运动、潮流全领域，不仅打破了顶奢侈品牌集团排他的传统规则，已经是突破想象力的奇迹。没想到今年根据目前透露的，会创造了全球时尚史无前例的3奢纪录，极限72小时内横跨3大集团，纵跨运动、劳前、艺术高奢与顶级蓝血高奢中的高奢3重领域，坐拥3个100年历史的高奢品牌的深度认可和核心资源。这种跨风格、跨层级品牌矩阵合作，在全球时尚史上都尚无先例，这在全球时尚圈都是颠覆价值的里程碑啊！去年说的 All Eyes on Ibo， 目光所及都是王一博真即将到来。外媒报道，从这个王一博将载入史册 ，Chinese Icon 具象化了。难怪2024全球时尚产业人物500强名单，一博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明星面孔呢。毕竟真顶流是能给内娱长见识和牌面的，也别总说啥高奢都是看好中国市场才给的突破。顶级商业价值叠加不可替代的时尚话语权，更是品牌对其商业转化率和文化符号价值的双重认可。就像罗意威官宣王一博时，全球时尚媒体说的，他们越来越看到的是名利场奢牌背后冉冉升起的一个中国时尚 icon。王一博身上有他们理想中的中国潮流青年的个性活力与时尚的表达，更有他们想要的未来。酷盖即将出3火的时尚系列也将重启。欢迎留言来交流，温故知新，你准备好了吗？香奈儿凭什么凌驾于众多高奢服装品牌被称为顶奢？看看这次巴黎时装周王一博的衣服就知道了。没错，这次巴黎时装周，人间香奈儿的王一博一到巴黎就又上身了香奈儿的超级高级手工坊系列。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手工坊系列对于香奈儿的意义？每个高奢都有高定，但香奈儿独有份的系列就是它的手工坊系列了。因为基本上整个巴黎举足轻重的手工坊都被香奈儿给收购了。手工坊系列的灵魂在于炫技，怎么用羽毛、金丝、宝石等创造出别家望尘莫及的面料，怎么走绘，怎么刺绣，怎么做出别家做不出的手工来。此香奈儿的传奇也离不开这些高级手工坊，完全浓缩了香奈儿的精髓。相较高级成衣，Chanel每年一度的高级手工坊系列都有着更精湛独特的技艺呈现。再看酷盖巴黎香奈儿大秀外套，这套就是来自 Chanel 23、24高级手工坊系列。注意看这个，你是不是觉得这是跨了年？但其实不是，因为香奈儿有6个系列，它的高级定制成衣系列的时间是根据每年的时装周多次发布的，但它的高级手工坊系列由于纯手工，一年只有12月发布一次，但款式是根据上季时间来定的。这不春天还没过呢，一博就上身了香奈儿的2024早秋系列，妥妥的超技啊！当然不出意外，酷盖上身肯定是这个新一季系列的国内首次曝光，覆盖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带来 Chanel 超级手穿了。Chanel 国内合作的艺人很多，大影后、顶级超模、长红多年的优秀演员，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但王一博年纪轻还是男明星，真的是一个人扛起了香奈儿这个女装品牌的王牌手穿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宠啊！再看他这套衣服的概念细节，将摇滚的60年代复古浪漫回潮，同时又非常有青春活力，乍看似乎只是一件经典斜纹软呢外套，实则铺满亮片或是彩色钉珠。纹理丰富的斜纹软呢已经可以想象出工匠们倾注用版小时创作作品时的样子，这或许就是香奈儿到底贵在哪的答案之一吧。酷盖对脸大片肌肤状态极佳，真扛住了国际镜头。这次上身的是苹果绿，没错，是酷盖爱的绿色，直接将 old school 年轻活力化了。再搭配豹头帽、水晶纽扣与珠链腰带点缀细节，搭配 Coco Crush 戒指，优雅又率性，英伦法式浪漫带上了点酷盖 style。秀场模特的卖家秀已换到王一博身上，则变得时髦活力起来。你以为是一顶普通的帽子，其实是手工坊推陈出新的帽炫。为了优化创作，高级手工坊打磨了超过3000个形状、尺寸各异的木质帽炫，牌的高级感都藏在细节里，低调的秀出穿衣者的品味与此，被网友夸上热搜，说王一博工作室的审美好，还不如夸夸酷盖的时尚品味，真是高级的教科书啊！又是跟着王一博长见识的一天啊！
还有好多想夸，一个个来哈，真是旱的时候旱死，涝了涝死，跨不过来，根本跨不过来。为什么王一博被 DeepSeek 评为内娱最具正能量明星？1. 社会公益贡献与环保行动。王一博作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深入参与穿山甲保护项目，号召公众抵制非法贸易。他还在联合国发起的冰川保护项目中，于海拔4000米高原完成攀冰挑战，真体力行推广环保理念，相关行动获得官方机构以及媒体认可。21年在河南水灾期间，他不仅捐款，更直接参与一线救援，脱下华服淌入洪水，搬运物资，被网友称为无声的实干者。此类行动与其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的理念高度契合。同时，王一博还通过参与多首正能量歌曲演唱，将公益理念融入艺术作品，形成文化影响力。2. 职业精神与青年榜样塑造。王一博多元领域突破，从电影《长空之王》试飞员角色塑造，到纪录片中的攀岩挑战，再到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等身份，他打破圈层限制，成为首个覆盖影视、体育、时尚、公益全领域的90后艺人。这种跨界不仅体现其专业能力，更传递热爱及极致的价值导向。同时，王一博行业标杆式的敬业精神有目共睹，拍摄电影《热烈》时，一遍遍完成高难度武戏，被喜剧演员蔡明公开称赞条件好且努力，饰演缉毒警察、试飞员、维和警察等都深入体验角色，打戏动作被业内高度认可，展现其对职业的敬畏心。3. 爱国行为与公众形象引导。王一博在巴黎街头弯腰捡起国旗的举动引发全网热议，相关视频单日阅读量达 5.2 亿，微指登顶热搜第一。该行为被主流媒体解读为国家尊严守护者的具象化表达。他担任央视春晚表演嘉宾，以及担任全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等官方职务，演唱《龙腾》等作品都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此类活动覆盖率与影响力使其成为国家严选艺人。4. 价值观输出与主流认可。王一博提出让流量成为正能量的主张，并付诸实践，通过《我的世界守则》等音乐作品传递不退让的积极人生观，被河南日报等官方媒体评价为流量正确打开方式的定义者。同时，王一博多次被联合国官网报道其国际公益活动，成为青年文化输出的典型案例。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体检国旗等行为被外媒称为中国青年精神缩影。总的来说，王一博被智搜评价为内娱最具正能量明星榜首，其核心原因在于他多维度展现的社会责任感、职业精神以及公众形象、影响力等引发高度关注，并被大众广泛讨论并传播。魏若来算不算咱初代的投行男呢？当然算啦，虽然剧里大部分观众印象也都在阿拉小魏七宝街有点家徒四壁的贫穷日常中，加上王一博的形象金融巨鳄都被观众叫脑饿了。但论技不论出身，咱严谨的从魏若来具体做了什么来带入下现代的职场发展路径。首先要知道他开局虽然穷的想叮当是助理，但在乱世传奇也能响当当了，毕竟也算中央银行的核心岗位了，对标现在也至少是一般银行的总行战略规划和投资发展类部门了。像他参与的通商银行并购案，粉图男问他应对方法的时候，他试图做的其实更偏向于现代市场杠杆收购教科书，做空抄底重组的组合拳，有想要通过制造舆论恐慌、操纵债券价格完成对通商的收割。粉图男拿下的那个盘外招更多是政客玩的权术，更多是权力延伸的金融触角，所以我一直觉得他的上海期间原型都是宋子文，而不是直播时各大营销号带节奏说的记抄顶。他的意义更多是他自己说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的迹象化，这对师徒在这期间参与的审计、查账、金融整顿甚至关税改革也好，都是省负责人的部分。魏若来参与的就很类似于现代投行的企业重组，还有金融分析师工作，具备专业能力，像监狱里指导炒股的超绝分析能力就看得出来。在上海他主要就是出身背景和思路不够，且在完整的体系里也没办法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再加上深入目睹了民国也没顿多法真问您也办法机会揭发一认见职业发展健康为见信仰崩塌之后也果断自知一代工区了。你再看看我们江西这边对人才的那个欢迎，对着若来一口一个金融精英可真没夸大。就像现代职业经理人从大厂到槽到粗创业，肯定会超级能力玩家，降为苏区从零到一。就像某私募基金经理退出高频交易领域，转而创立农村普惠金融平台式的降维，所以我们若来直接作为魏科长，也直接升级成战略型人才了，参与咱建设红色金融体系，设计货币，打破经济封锁，建立乌纱贸易通道的实践和经济突围战，岗位直接就转更像现代的经济战首席架构师了。出生不再重要，职场选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管是上海还是江西，若来的职业岗位怎么就不能算初代投行男呢？还都是乱世响当当的不可或缺的顶级金融人才了。总结，咱若来追风不是现代银行不精彩，而是民国逆袭谍战金融更传奇。